你好呀，這裡是 Momo 的投資筆記。一家公司一個季度拿到超過600億美元的新訂單，營收也接近翻倍，可是整個財年經營現金流卻是負68億美元。需求這麼旺，錢到底去哪兒了？這就是超微電腦最新財報裡最大的矛盾。他做的是 AI 服務器和數據中心整機方案，最新一季營收111.2億美元，毛利率 17.5%， 但庫存也堆到了129億美元。我把財報、技術面和估值梳理了一遍，先說結論，評級是謹慎增持。31.60美元已經有一定吸引力，但財報盤後漲到34美元附近，我不建議追高。接下來要驗證的是這些訂單能不能變成現金。超微電腦要提前備貨，把處理器、內存、網絡、散熱和電源整合成客戶能直接部署的系統。訂單越大，需要墊進去的資金也越多，所以這份財報不能只看增長，我梳理了4個最關鍵的數字。第一，第4季度營收111.2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93.2%， 也就是說，公司1年時間把單季收入接近翻了1倍， AI 基礎設施支出並沒有明顯降溫。第二，毛利率 17.5%， 上個季度只有 9.9%， 去年同期也只有 9.5%。每賣出100美元的產品，這一季能留下 17.5 美元毛利，而不是之前不到10美元。這個改善非常大，但管理層也明確說了，主要來自更有利的客戶和產品組合，不能簡單當成以後每個季度都能複製。第三，第4季度新訂單超過600億美元，而且積壓訂單創下紀錄。市場擔心的不是客戶不下單，而是公司能不能按時交付。第四，我算出的情景加权價值大約是40美元，和 31.60 美元相比還有約 27% 的空間，但如果從盤後34美元去追，上行空間就只剩約 18%， 賠率一下子收窄了。先看股價本身，超微電腦8月11日收在 31.60 美元，財報後盤後一度來到34美元附近，過去52周的收盤區間大約是 20.53 美元到 58.68 美元，現在仍在下半部。20日均線是 28.56 美元，50日均線是 31.37 美元， RSI 為56， MACD 也已經翻到0軸上方。不過200日均線在 31.97 美元附近， ADX 只有 15.5， 趨勢強度還不夠。上方先看 33.7 到35美元，再看40美元，下方支撐先看29到30美元，其次24到27美元。技術面支持回踩分批，不支持財報後直接追漲。接下來聊聊估值。先說結論，超微電腦的倍數確實便宜，但這個便宜裡面包含了現金流、治理和稀釋3層折價。按 31.60 美元計算，公司市值大約204億美元，企業價值約216億美元。2026財年的 GAAP 市盈率約 9.7 倍，非 GAAP 市盈率約 8.7 倍。企業價值除以全年營收只有 0.55 倍，按2027財年指引中值計算更是只有 0.32 倍，但也不能把管理層指引裡的未來利潤都當成已經到賬。第一季度指引使用的完全攤保股數約 7.61 億股，稀釋也會壓低每股價值。低估值是真實的，折價原因同樣真實。基本面先說亮點，再說問題。2026財年營收 390.6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77.8%， 淨利潤 22.3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112.7%， 全年淨利率大約 5.7%， 也就是每賣出100美元產品，最後大約留下 5.7 美元淨利潤。按全年數據粗略做杜邦拆解， ROE 大約在 20% 出頭，背後是約 5.7% 的淨利率，接近 1.8 次的資產周轉率，再乘上約 2.1 倍的權益乘數。這個回報不是只靠高利潤率，也不是完全靠舉債，而是高速周轉和適度槓桿共同推起来的。問題更值得看，全年經營現金流為負 68.1 億美元，主要因為應收賬款增加 39.2 億美元，庫存增加 88.8 億美元，公司現金 75.2 億美元，債務 87.2 億美元，淨負債約12億美元。庫存既可能是為訂單準備的交付能力，也可能變成減值壓力。好消息是，第4季度經營現金流已經轉正到 7.47 億美元。
另一個風險是，董事會正在審查部分出口管制相關交易，在結果明確之前，市場不會輕易拿掉智利折價。我基於最新財報梳理了3種未來12個月的經營情景，多頭情景概率 25%， 目標價48到55美元，出發條件是2027財年營收達到700億美元以上，毛利率穩定在 14% 到 16%， 經營現金流顯著轉正，同時出口審查沒有出現重大不利結果，這樣市場才有理由把它從低估值服務器組裝商重新定價成高增長 AI 基礎設施平台，基礎情景概率 50%， 目標價40到45美元，公司營收落在650億到690億美元，毛利率從這一季的高位回到 12% 到 14%， 庫存和應收賬款逐季改善，全年現金流轉正，但仍有波動。這條路徑不要求公司每一項都完美，只要求它證明600億美元訂單不是停在紙面上。空頭情景概率 25%， 目標價22到28美元。大客戶項目延遲，毛利率重新跌破 10%， 庫存繼續比營收增長更快，或者出口審查帶來額外限制，都會讓市場繼續維持低估值。3種情景加權下來，價值大約40美元。31.60美元處在基礎情景下方，但34美元附近的安全邊際已經明顯收窄。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評級是謹慎增持，12個月基礎目標價40到45美元，還沒有建倉的話，第一買入區間放在29到32美元，分批建立第一倉。這個位置靠近50日均線和前期成交密集區，也能給現金流風險留出一點緩衝。財報盤後如果高於34美元，我會等它回踩，不會單擊 17.5% 的高毛利率直接支付溢價。第二個加倉區間放在24到27美元，但不是跌到就機械加倉，前提是訂單仍在兌現，毛利率沒有重新調回個位數，經營現金流也沒有再次大幅惡化。如果基本面條件被破壞，價格更低不等於更便宜。已經持倉的話，可以繼續觀察訂單轉收入的速度。股價進入40到45美元的基礎目標區，可以分批降低倉位。如果漲到48美元以上，就需要更強的現金流和毛利率證據來支撐。失效位置參考22美元，或者即使股價沒有跌破22美元，只要毛利率回到個位數，庫存持續快於營收增長，也要重新評估。總結一句話，超微電腦現在不是沒有訂單，而是訂單太大，資金占用太重，估值已經足夠低，能不能賺到估值修復的錢，關鍵不在下一張訂單，而在現有訂單能不能順利變成收入、利潤和現金。如果你也在研究超微電腦或者 AI 服務器這條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